东海龙王和地藏王菩萨前来觐见玉皇大帝，状告孙悟空。玉帝就问：“哎，哪位神将去下凡把他给收了？”这时走出一位老神仙，就是著名的太白金星。说这个猴呢，如果把它给废了，太可惜了。恳请陛下慈悲降一道招安的圣旨，把他请上天来，授予他一个官职。玉帝一听，甚是欢喜说：“哎，太白金星好主意那就让孙悟空做个弼马温吧，来管理天庭的御用马群。这个猴哥这快乐所以他就特别喜欢这些天马。有一天呢，一帮小官员呢一起喝酒聊天，也叫上孙悟空，就开始问：各位朋友，我这个弼马温是什么官衔是几品官员呢？大家回答：您这个没品呐。悟空一听，立刻燃烧心头之火，咬牙切齿，大怒道：“这般藐视我老孙呢！我老孙可是花果山上称王称霸，这玉帝老儿这么小看我，老子不干了！”抽出金箍棒来，一路打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西游记》第5集：齐天大圣变小偷。话说孙悟空回到花果山每天呢从这个仙猴就变成了醉猴，和一群狐朋狗友天天是喝酒淫乐无所事事一下就好多天过去了。这一天呢，有人上来报说：“大王，门外头有2个独角鬼王要来拜见您。”就鬼王进来之后，倒身就下拜。鬼王说道：“我们知道大王您得了天禄，得以荣归我们呢今天特别向您敬献一件赭黄袍。那这袍子只有得王权的人才能穿我看只有您配得上。大王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为您永远效劳，永远忠诚，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悟空一听，大喜过望立刻穿上赭黄袍，众猴子们都赶快磕头朝拜口称大王万岁。鬼王接下来又问说：“大王你在天上那么久，都做什么官悟空心想：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就不想提这事儿，唉声叹气的说道：“玉皇老儿不会用人，不会看人，只封了我一个小小的弼马温。”鬼王说：“大王您这么大的神通广大，怎么只是给他养马呢？岂有此理我觉得大王您应该做一个齐天大圣，这天上地上为您独尊悟空一听，太好了太好了，还是你懂事儿你理解我。立刻就吩咐猴子们：“快找块布，写上4个大字‘齐天大圣’，挂在咱们水帘洞门外头，找个杆子立起来挂起来。小的们以后就不要叫我大王了，要叫我齐天大圣，知道吗？”再说回天界，玉皇大帝得知孙悟空不辞而别，就非常的生气。我们这么重用你，你还不辞而别，还发脾气？立刻传旨哪位神将给他捉回来。这是托塔李天王和哪吒3太子说：“我们去捉他。”这天王呢带着太子带着一群众神就来到了花果山。其中做这个开路先锋的叫巨灵神，抡着大斧头就对着这个孙悟空他们就喊说：“你这个歪心的猢狲我是托塔天王的部下，巨灵天将是也，今奉玉帝的圣旨前来收降你，你识相的赶快跪下投降。”孙悟空也吹牛就说：“
我本来一棍子就能撩死你，但是我就留你性命，是为了让你好好回去报个信儿。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子这齐天大圣的旗子挂在这里，你没看见吗？我告诉你哈，如果玉皇大帝啊不封我做齐天大圣，我就打向天宫去打闹这个凌霄宝殿，让他龙床都坐不稳。巨灵神说：“放肆！你先吃我一斧头吧！”说起来就哗就砍下去。孙悟空顺手就掏出金箍棒，嘁哩咔嚓，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结果没一两个回合，巨灵神就挨了一棍子，全身发麻，败下阵去。接下来哪吒三太子就出马了。说看我的，降服这个妖猴啊！刹那间一抖，三头六臂哪吒恶狠狠拿着6种兵器就冲上前来。孙悟空一看，我来个会变化的，好吧，正好咱们是冤家路窄，我也会变，我要变成那个三头六臂的猴啊，也是各拿一个棍子，俩人就打起来了。结果他们手拿兵器太多，手也太多，互相彼此影响哈，其实也不太好战斗。孙悟空一看，这方法不太对啊，他用他的神通，他的真身，一个晃子跑到哪吒的背后，在他背后就一棍子，就哪吒也很机灵，一闪身就打到左肩膀上了，打得非常痛，啊呀一声落荒而逃，失败了。悟空得胜，和各妖精们一起庆祝啊，喝酒啊。玉帝听说之后非常惊讶，说这妖猴如此的猖狂，众将领立刻去消灭他吧。这时那位非常慈悲善良的太白金星又颤巍巍站出来了，捋着白胡子说：“哎呀，玉帝呀，那妖猴啊是不懂事儿，年龄还小，不懂得四书五经，没有修养，他是不懂啊。我觉得没必要兴师动众，他是个小毛孩而已呀。我觉得他要当个齐天大圣，齐天大圣不就4个字儿吗？咱们花不了多少钱，不会浪费国库资源，给他个名号又不给他俸禄，是吧？找个屋给他关起来，做他的齐天大圣去呗，这不就是心安了吗？这样慢慢收服他的邪心啊！在天庭之中，我们也时常去影响他、管教他，这不天下很安宁的事吗？玉帝说：“还是你说的对，那就照你说的做。”老神仙太白金星领着圣旨，再一次来到了花果山水帘洞，看到孙悟空带着群猴们，他头戴王冠，身穿盔甲，外面罩着赭黄袍一股王者霸气之风啊！太白金星颤巍巍地说：“大圣啊，您好啊！今天我给您送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你是不是想做齐天大圣啊？我告诉你我已经说服了玉皇大帝了，就他答应封你做齐天大圣，怎么样？赶快跟我一起上天去领旨谢恩吧。”悟空说：“哈哈哈，怎么样？玉皇大帝叫我打怕了吧？怎么样？怕我吧？走，跟你上天去。”他们就上了天宫，见到玉帝说：“孙悟空，今天就封你做个齐天大圣，这个官品可太大了，大得不得了。但是你做这么大的官可要收好你的脾气哦。这可是众人敬仰的官呢，一定要收敛个性息事宁人，做个慈悲善良的神，好吧？”悟空说：“好了，谢了。”玉帝还是命人在天宫之中的蟠桃园旁边找出一块吉祥的宝地，修了一座齐天大圣府，在府内还设了2个司，一个名叫做安静司，一个名叫凝神司，并且又赐了2瓶御酒、10朵金花，就让他安心定志就让身心安静下来，好好做个神吧。之后悟空当了齐天大圣，在天空之中没个正事干，职位很高，但确实没活干。
闲着无聊呢，就到处找朋友喝酒聊天，胡说八道，天天做社交，天天做 party， 倒是也做个浪荡仙人吧。可是有一天玉帝早朝，有一位真人叫徐晋阳，前来奏道：齐天大圣每日游手好闲，到处交友喝酒胡说八道。我担心有一天他会惹出是非来呀，这样将来是很麻烦的，就不如说给他个具体的活干干，因为他是个猴嘛，爱动，这样有个具体的工作，站着他的双手双脚能安住他那个异动的心玉帝说：也有道理。立刻召见孙悟空。使者传信，孙悟空立刻就来了。玉帝向他宣布道：孙悟空，朕派你去管理蟠桃园，就在你家旁边，工作非常近，怎么样？悟空说：太好了，终于有职业了还有活干了，不光做齐天大圣真好玩好玩。第二天，悟空走马上任，来到了蟠桃园，就问当地土地公：这里一共有多少棵桃树啊？土地公回答道：一共有3600棵。前面这一片是一共1200棵，是花果比较小，3000年一结果一开花就成熟如果人吃了之后容易成仙得道。那中间那一排1200棵呢，是6000年一开花一结果，如果是人吃了之后立刻升天，长生不老。那么最后面第3排那个树可就了不起了，那1200棵树果实特别大，特别芳香，是9000年才成熟一次如果人是吃了之后，就立刻就成为与天地日月同寿那不得了一般人一般神都吃不到的，花钱都买不到。孙悟空听了之后是非常的欢喜，转着他小眼珠，觉得好玩好玩。从那天之后，他就不再和那些朋友们胡吃海喝了抽空就到蟠桃园来溜达巡查。有一天，孙悟空看见这个老树杈上有成熟的桃子他很想尝一颗，他就让这个土地公和下人们就到门口去看着去，他自己脱下官袍，摘下官帽挂在树上，自己爬上树，摘了几颗熟透的大桃子，独自享用，吃了个饱那个香甜可口吃的他一会儿都睡着了，真好吃，真好玩。从此之后，每隔3、2天他就回到蟠桃园，是捡的又大又红又熟的桃子啃着吃了。结果这么一弄熟透的好桃子打他吃个精光过了几天，王母娘娘想开蟠桃盛会，邀诸位天上的神仙一起聚会，于是就让七仙女去到蟠桃园摘桃子。可是那一天悟空先吃了几个桃，之后把身体变成很小的一个样，躺在树杈窝窝上去休息晒太阳。在睡梦之中悟空就听到好像有人上树摘桃子，他立刻警醒了，掏出金箍棒，就是谁竟敢偷我的桃子，就吓得七仙女一起跪下说：大圣，是我们您不要发怒，我们是王母娘娘派来摘桃子的要给这个蟠桃盛会用的，您别误会大圣一听，王母娘娘开蟠桃 party 有请我吗？仙女们说好像上头没有您，没听说呀。悟空一听气就来了，竟然不请我齐天大圣，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把他气坏了，立刻念一个咒，对着仙女们一指，咒，仙女们一下给定身在那里了。接下来悟空一个筋斗云呲溜一下就
到了蟠桃盛会的院子里，一看了，哇，才知道什么叫华贵呀！啊，美酒啊，那个芳香宜人哈，一闻呐，悟空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呀！一看这些美食啊，这些珠宝啊，哎呀，太美了，太吸引人了。还看到有几个呢，就是造御酒的这个工匠在那里啊，他拔了一把毫毛，一喷出去之后，把那些做御酒的和服务的仙官哈，立刻就睡着了。他喷出去的都是瞌睡虫。等他们睡着之后，孙悟空就大吃大喝了一顿，把那好吃好喝的都猛吃啊。都吃喝的差不多了，他摸着圆圆的肚皮就说：“哎呀，这东西我也吃了，好酒我也喝了。这个众神仙来了之后，这不怪我吗？麻烦了，别等着坏事发生啊，先溜人吧。”他就悄悄就跑了。毕竟酒喝多了，晕乎乎的哈，他想回家的路啊走错了，结果走到了兜率天宫。他一看兜率天宫4个字，吓了一跳。哎，兜率天宫这不第33天之上吗？这是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呀。哎，那既然来了，我就拜访他一下吧。去敲门喊：“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没人。孙悟空一看，没人更好，知道太上老君没事就炼丹呐，直奔炼丹房。打开炼丹房门之后一看了哈，哎呀，这个炼丹炉旁边上还放着5个大葫芦，放着金光，里头都已经装满了炼好的金丹呐。这个葫芦上头写着叫9转金丹，这可是延年益寿、救人于生死之间的宝药啊！哎呀，这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好宝贝啊！可是叫我今天这么好运气，老君又不在，我先尝几颗再说。倒了几颗一尝，哇，又香又甜呐，比刚才的蟠桃都好吃啊！再倒几颗，再倒几颗，一倒把5个葫芦都给吃光了。哎呦，等把丹吃完了，他酒也差不多醒了，说：“哎，坏了，我可闯了大祸了。这吃了这么多金丹，可不是好玩的。这个要是告状给玉帝的话，不给弄死我呀，那小命难保啊！赶快走人吧！哎，往哪走啊？如果去这个齐天大圣府的话，立刻把我捉住了。我还是回老家花果山吧。”呲溜一下，驾着筋斗云就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为什么鬼王要赠送黄者袍给孙悟空，还劝他自封为齐天大圣？是因为鬼王看穿了孙悟空想造反的心思吗？穿黄袍所寓意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正宗的皇帝之后，这皇帝和政府不允许民间任何百姓和普通官员穿黄袍。那穿黄袍者只有皇帝自己才可以，否则普通百姓穿黄袍者会被杀灭九族的。他有了相当大的本事，在须菩提祖师呢学了72变，又有了金箍棒来护身，使他威名大振，一般人和一般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他有傲慢的资本。鬼王给他黄袍，他觉得也是实至名归，自己应该穿起这个黄袍。但是穿了黄袍是什么样的心呢？说我就是成为帝王的。那孙悟空有这个造反的资本，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的一个老大，所以他欣然接受这个折黄袍。这就是说我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他就是那么想的。那鬼王呢，即使鬼王就已经知道他的心思嘛，所以这鬼王也是他心中所生出的一个鬼，就是他的心魔。那再就是说鬼王
认为他应该做齐天大圣。这句话也正是孙悟空的心魔，因为天上地上没什么对手所以他觉得那这个统治世界的这个王应该是我，而不是现在的玉皇大帝。所以他就觉得整个世界就是我的，我是通天达地的，就是天上地上唯我独尊，我的心比天还要更高。所以他就欣然接受了鬼王给他的这些封号和奉承。因此呢，他就天天穿着他的赭黄袍天天在这个他的大门口上挂着这个齐天大圣的旗帜。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天上地上唯我独尊，你们算个啥？人人都知道猴子喜欢吃桃子，为什么玉皇大帝还让孙悟空去管理蟠桃园呢？这是否是一种考验，看看他是否能克服诱惑，坚守职责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天上的大帝宇宙之王或者是人间的一个大皇帝来说他可能就这样一个闲职人员，是吧？一个闲职人员就给他一些活干而已，所以不会特别用心的细致的思考他适不适合的问题，而说给他个活干而已，就仅此而已。看上头一个园子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或大权力的角色，所以玉帝也没多想，应该就是一个巧合。可是呢，孙悟空这个猴王呢，他不是这么想的。他先是觉得有这个这么美妙的桃子，而且讲了它的功用，是吧？如果吃了之后，最让他心动的是与天地日月同寿，就根本就是长生不死这是孙悟空从最早在花果山做猴王的时候一直在追求的那个东西。他就最早学艺跟须菩提学艺，就想长生不死嘛，这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可是今天这桃不正是解决他这个不死的问题那个良药吗？他觉得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苦苦追寻的东西原来就长在这个树上头，可是这些树归我管了，多好的机会这上天简直是能听懂他的心声所以给了他这个机会了。结果他就开始了一个偷盗，先吃2个试试看，最后既然归我管就是我的。最后他断断续续把所有成熟的桃子全吃个精光。尤其是做小偷不管偷各种东西的，偷钱的专门偷东西的，草原上偷牛羊的他偷一次，如果第一次没抓住他，没有惩罚他，可能就麻烦的事就是偷一辈子。还有第一次赌博赚了钱的人，一赌又是一辈子。那么第一次杀人的人，第一次杀人很恐慌但是不管怎样，杀了第一个人之后，接下来非常麻烦，他可能杀更多的人。所以一旦有很多事情虽然不习惯一旦做了之后，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恐怖的，就都可能停不下手来。我们一般的读者就听他说没有把他当人，因为他是人猴之间的一种状态，是吧？一个猴子偷桃吃是他的天性，是吧？那如果你是个人呢，说这个不是桃，这是一种长生不老的药，而且给你介绍这个药的时候，又是国际级养生的最高级的教授大师，说吃这个药，如果卖这个100万美金一颗，吃这个药就多活100年，而且你也听说确实有这个药，但是正好让你管它，你很方便把它放进自己嘴里头，你会不会去做呢？这时候所以孙悟空就犯了这个错，他就既然让我管，那就允许我随便吃，他就是这样模糊的叫做法律规则的界限。那他的模糊的法律规则是来自于他自认为的那个能力。太白金星邀请他来天上做，而且并得到玉皇大帝
封赐的齐天大圣。他觉得这一些都是原来玉皇大帝也怕我老孙呐。你既然都怕我，我顺便犯个错吃个桃子，这个不算啥嘛，这是一件小事，他就原谅了自己了，因为他没有可怕的东西。所以孙悟空这个行为他不是一般的小偷行为，他是小偷加强盗的行为。第一个是小偷，第二个让你管蟠桃园的就自己吃，这个行为叫监守自盗。在一边偷吃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大胆的吃，放开的吃？是因为他觉得天庭的人惹不起他，你们的法律规则对我孙悟空是无效的，所以就非常的傲慢和放肆，所以就敞开肚子吃，就是我想吃啥吃啥，想拿啥拿啥，就是这个想法。那么后来走错路之后，到了兜率天，到了太上老君的这个炼丹房之后，偷吃这些金丹，等吃完了，吃饱了喝足了，才有点害怕。他知道太上老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他有点怕了，所以才逃回他的花果山水帘洞这老家。很多普通犯案人员都是犯了事先藏回老家里去，所以前面吃蟠桃的时候没有怕的意识，所以他是个综合的一个犯罪心态，使他有了现在敢吃敢拿敢中饱私囊敢犯罪的这样一个犯罪恶劣行为，所以使这个孙悟空齐天大圣变成小偷，变成强盗加小偷。这个故事呢，提醒我们就是现代的青年朋友们因为大家还没有人生的阅历也不知好坏，不知轻重，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其实在我们这个职场之中你的职位做得越高，你的各种的机会也越多，随着权力的变大，有可能人人在你工作之中都会遇到你的人生中的蟠桃园，你觉得有机会拿桃子来装进自己的肚子里去，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挪用公家物资，你像有多少是管钱的偷钱管物的偷物。我曾经那时候在中国青海的时候，最早我还没有出山弘法的时候，我去了有一个他家是住这种毛纺织厂的一个员工，那他有问题我就帮了他之后他要送我2条毛毯，我就拒绝了，我说这个太贵了。他说没事，我们家有的是。我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毛纺织厂的员工那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他呀顺便领导不注意的时候顺便就捎回来1条。现在结果他让我去参观他家的屋子里头，他家的屋子地上至少铺了10层毛毯，还不是地毯就他的工厂就出毛毯了。他的床上他们柜子里放的都是毛毯，都是他偷回来的那我说其实我遇到这个现象，我是说你最好还回去，如果警察知道了可是不得了。他就说大家都偷，他干嘛非抓我一个人呢？何况我们的工资也不高。哎呀，我还是感慨了半天，我劝他，他就不听。听说2个月之后警察找上门来将他带走了，就很麻烦所以在这个职场之中随着我们的这个资格越老，权力越大，这蟠桃园就离你越来越近，你稍稍弄不好就变成了一个监守自盗，知法犯法，并且还是个白眼狼。老板给你开工资，工资还挺高，还挺重用你，挺信任你，凡是让你管钱管财的，对不对？都是非常信任的。你在偷老板的这个钱，你于心何忍所以是一个没有良心、没有道德、没有情义的人这也是得天诛地灭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不能像孙悟空现在的这个状况学习
所以孙悟空现在的这个情况，他是个妖猴，就他那个贪欲心太盛了，本来是个仙猴，是吧？因为这个贪心太重，就变成了一种魔障啊，让他变成一个坏的家伙。所以呢，一个人哈，我们再议论一点哈，如果光有本事没有道德的话，其实未来都是伤害，先是伤害别人，最后把自己给伤害了。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用有道德，能力可以差一点，但是道德一定要更正更强一些。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光有能力的话，其实他对这个世界伤害也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还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还有一个呢，在工作中哈，把公私利益还是要分开来看待。悟空有能力没德行，他给自己又惹来什么样的灾祸呢？且听下回分解。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